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视频继续和各位分享楞严咒的殊胜功德和它的利益。楞严神咒呢，在我们佛教当中呢是最长的咒，也称为咒中之王。它总共有多少字呢？是2622个字。所以在这么长的经咒当中呢，它是蕴含着佛陀所有的慈悲以及智慧研发，所以这个咒呢是由佛顶所涌出，这个神咒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那这个楞严呢，就是究竟坚固的意涵，也有一种非常稳定坚若磐石的这种含义。因为这个咒语呢，是佛陀在楞严经当中对阿难尊者所宣说。他说呢，这一部咒，这个咒心呢，是蕴含着十方诸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对于我们所有现在后世末法的众生呢，是非常非常有正向的利益的。在这个当中呢，这长咒啊有5个会，它分别呢是代表佛教的5方，东西南北中，总共有5方。他们也说是金刚部、佛部、莲花部、结摩部，还有宝生部，种种这有不同的。那这个楞严咒呢，其实呢跟这个5方佛也是有一些他们殊胜秘密的因缘。因为有一句话说，道高1尺，魔高1丈嘛。那有佛也会有魔，所以呢，在这个末法结世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多魔障。魔它不一定是看到狰狞可怕面孔可能是像那种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魔，不一定的。这种魔可能是内在的烦恼魔、心魔、障碍，还有种种的见解，这都可以说是魔。只要与正法所相违背、偏离的时候，这个魔呢就会出现。所以呢，因为佛陀呢，他当初出家苦行求道，最后在菩提树下呢，夜睹明心，证悟成佛。在最后那一刻，他明了自心，证悟宇宙的实相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魔王波旬来考验这个佛陀。他让很多的美女化现在佛陀面前去引诱佛陀，但是呢，佛陀的心清澄如明镜，如如不动，非常的定静。他最后能够看破看透这一切幻象的究竟实相呢，所以呢，他能够突破这个魔境，不受这个魔的干扰，最后呢，证悟了成佛。那因此我们才有现在的佛法，有佛法僧三宝我们可以积聚很多的资粮，净除很多的业障，在我们这个修行道路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佛陀呢在开示这个楞严经，其中宣说这个楞严咒，也是有它的秘密含义的。在其中，相信各位听过阿难尊者在有一次独自行化在外的时候呢，摩登伽女她呢见到阿难因为她跟阿难在过去生世有很多生世都是夫妇的姻缘，这种夫妻的姻缘累生累世当这个摩登伽女看到阿难呢，就心生了欲念，对阿难念念不舍。于是呢，她让她妈妈施了这个咒术，让这个阿难呢激进要跟这摩登伽女要破掉了她戒体的时候呢，佛陀知道了，他呢令文殊菩萨呢去到摩登伽女处，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阿难呢这个部分呢做了一些及时的援助。所以当阿难尊者呢得到了这个文殊菩萨这样子的一个咒语的宣说的援助之后呢，佛陀就开示了他这个楞严咒这一段的因缘。所以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我们汉传为主的佛教，
只要是早课共修呢，一定会持诵楞严咒。楞严咒是非常重要，所有佛事道场修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要诵完一遍楞严咒呢，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它不像有些短咒非常快就可以念诵完。人家说要能够背诵得了楞严呢，要6个月精进不断的这样子持续的念诵，才有可能把这个咒语呢背诵得起来。所以表示呢，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去持诵的一个咒语。那所以呢，在楞严经当中，我之前有讲了几个利益功德。那在经文呢，其实佛陀也有跟我们开示到说，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于十方摄受清音，令诸小乘闻秘密障，不生惊怖。就是这个意思，是说让一些修小乘者、恶乘者都能够回小向大，然后听到要修行大乘，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的呢，都不会产生畏惧心，加强了我们对修法、修行的力道，就不会趋于小乘呢，就是比较为自己了生脱死这样子的一个自了汉。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殊胜的利益。再来呢，诵此咒心呢，成无上正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持诵这个楞严咒呢，我们终究会成无上正等正觉。再来呢，传此咒心呢，于灭度后复佛法事，究竟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所以刚刚提到说，在末法的时候，是很多天魔外道非常的盛行，而且他们的力道会越来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么大。那如果说呢，我们现在能够诚诚恳恳的、非常的坚定，要把这个楞严咒好好的努力持诵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可以在佛陀灭后，就是讲说现在这个末法的时候，还是能够将佛陀的法让它能够弘扬，继续永驻在世间，也能够让这个戒律呢能够更精严，不至于涣散很多的乱象。佛陀也说过，在末法时候，白衣身作然后呢，白衣说法也是很多的。那很多人呢，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佛法的乱象，其实很难去做一个检责跟检视，所以呢，常常会觉得说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个佛法，其实呢，它是一个相似法，不是就近的佛法之道。所以呢，这样子其实是浪费自己的暇满人生，也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能够持这个楞严咒呢，就能够严守戒律，身心皎洁清净。所以它也是白净法，一种让我们自己修行人能够严持戒律，一个很好的，像一个盾甲一样。像这个军人要上战场，古时候嘛，军人要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盔甲穿盔甲保护着，要有这个武器，就像类似这样的含义那再来呢，就是他也跟阿难说，他说在经文这么说：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华皮贝叶紫树白蝶，书写此咒，著与香囊，世人新婚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世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那这里就是意思说，跟阿难就是说这个咒是无比的殊胜，只要呢我们能够去书写它，甚至好好恭恭敬敬的供奉这一个楞严佛顶神咒的话，纵使这个修行者呢心还不是这么清明，还是很多的烦恼种种不能背诵，那只要把这个写好的神咒呢装在一个袋子里，它是香囊香袋里随身佩戴，或者是挂在住宅的一处就是干净的地方呢，也会得到神咒的加持，甚至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就是一切不好的都不能加害于这个持诵楞严咒的行者。
然后呢，再来呢，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所以佛陀这里又在跟阿难尊者先说，他说呢，他是一个救护世间，让一切的众生呢，六道的众生都能得到大无畏，又有能够成就众生这个最究竟的利益。再来呢，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或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这里呢，佛陀也是跟我们开示到说，在这个末法的众生呢，如果呢有人他愿意自己自身的持诵不间断的，甚至他也鼓励或是教别人也来持诵这个任言神咒，那这个人呢，种种的很多的障碍都能够渐渐消灭，不会干扰此人。佛陀也说，此咒呢，有持诵的人呐，就会有84000那由他、恒河沙、巨支、金刚藏王、菩萨种族，这些一一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能够知心持诵，就会有金刚王护法来护持此行者，非常虔敬诵持任言神咒的这个人。再来呢，佛陀也说，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刚刚书写啊，甚至在家里供奉持诵啊等等，甚至种种的供养这个任言神咒呢，节节不生贫穷下贱，就是你生生世世呢都不会生到贫穷下贱的种性，也不会生到下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不想要去的这几个恶趣啊，都不会生。再来，这经文是这么说：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所以诵持这个任言神咒有非常非常殊胜的，能够兼顾自己的道心，最后成就自己的佛道这个道业，也能够令持戒不清净甚至破戒的人呢，能够恢复当初的戒体戒根的清净。没有得戒的呢，也能够使他得戒。他原本懈怠不精进的呢，能够让他的道心精进，更为令他向法。没有智慧的人呢，能够开启他的智慧。所以日积月累，种种的宿业都消除，最后呢，就能够戒行圆满。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在《任言经》当中呢，佛陀也已经开示过这么多的种种的殊胜功德跟利益。总之呢，这个就是在我们佛教常常听闻，而且呢广为人知的一部非常长的任言神咒，它的功德力、它的加持力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呢，人人要发心诵念持诵，不断的意念意持，就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也能够尽除所有的恶业，也能够让我们不只是现世来世，最后呢，我们可以终究达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可以利益无量的有情。那我今天呢，在这里呢，很简短的再和各位补充任言神咒的殊胜功德，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或多或少的利益。那也祝福大家60吉祥，阿弥陀佛。